牧童与狐狸。当我还是个小毛孩的时候，有一天，爸爸叫我去草地上放牛，他要我绝对用心，时刻留意，如果牛跑到了别人禁放的地方，他就扒了我的皮。我倍加小心地照看着。这时，我在树木边上发现了黑莓，一团团熟透的黑莓，大得像罐子似的。我真是个孩子，我完全忘了爸爸的嘱托，被鲜甜的水果给迷住了。当我美美地享用黑莓时，两头奶牛溜达着在草场上走偏了，还踩坏了好好的草料。这一切都让相邻牧场的主人看到了。他估计了一下损失，然后甩着响响的鞭子，自己赶走了闯进来的奶牛。我在后面声嘶力竭地喊着：“嘿，大叔，把牛还给我！”牧场主根本就不理睬我，他骑在马上越赶越快，我一直追到另一个镇子，他拐进了另一条道，消失不见了。我该怎么办呢？没有了奶牛，我该怎么面对爸爸？我想，我还是远走他乡吧，这比在家挨一顿打要好。我坐在路边的石头上，内心充满了悲伤，我不由痛哭起来。我这么小就要悲惨地离开家了。这时，有个当地的农妇走了过来，他对我说：“小孩，你哭什么？你怎么了？”我就对他讲述了我的遭遇，说不敢回家，因为爸爸要扒了我的皮，我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，要四处流浪了。唉，不要难过，在父亲而不是别人的管教下，才会成为好孩子。因为在父母的呵护下，孩子可以身心健康的成长，在别人那里是会受到伤害的。趁天还没黑，赶紧回家吧。我不，我执拗地说。农妇见劝我没有用，就用裙摆擦干了我沾满眼泪和黑莓汁的脸。他拉着我的手来到一处石砌的房子，他让我坐在餐桌边，给了我一盘加奶的玉米团。我肚子里已经满是黑莓，我喝了其中的牛奶，不愿意去吃玉米团。我本想就这样厚着脸皮放着，又怕农妇不高兴，于是我抓起了玉米团，趁他不注意，偷偷地塞进了前胸的衣服里。吃完晚饭后，我就在壁炉边躺了下来，躺在软软的毯子上，我难过的心不仅平静了下来，而且暗自窃喜。收留我的是一位多么慈祥的女主人呢！没过一会儿，农夫在田里干完活回来了，不过他看上去不是很和蔼的人。他看我躺在毯子上，怒气冲冲地向妻子问道：“你从哪儿弄来的这个小饭桶？”一个可怜的无家可归的孩子，我想能在咱们家帮点忙吧。这小崽子能帮上什么忙？干的都没有吃的多。你给我起来！嘿，把这袋麦子抬起来，让我看看你有没有足够的力气干活。我努力地抬起重重的袋子，但对只有8岁的我来说实在是太重了。我使足了劲儿，由于用力过大，裤带一下子崩开了，里面的玉米团从上衣里掉了出来。什么都偷啊！这头一天就知道偷了。来，这就是你的下场。他拿出鞭子挥舞着。农妇为我求情也无济于事。农妇抓住我的脖子，提着我走到外面，把我塞进空的葡萄酒桶，又将桶盖封上，一脚把桶踹到了园子里。他这样做是为了让街上的人听不到我的呼喊声。你就在桶里待着吧，无耻的小偷！明天我再把你关到监狱里。农夫威胁着，
我就这样待在这桶里，桶上只有一个出9的小孔，我当然是钻不出去的。我只好在桶里蜷缩着，呻吟着。身处悲楚困境的我，突然想起上学时学到的一个故事：希腊哲人狄奥根尼就曾住在桶里。我也应该想办法从桶里逃出去。我掏出口袋里的小刀，在木条缝中用力地撬。不过这桶是用坚硬的栎木做的，小刀折断了。这时我发现院子里来了只狐狸，它在四处寻觅着。鸡窝是关严的，它来到葡萄酒桶这边嗅来嗅去。它靠近了，这时就像是当年木桶中智慧的狄奥根尼一样，我突然灵机一动，学着母鸡的样子叫了起来：呱呱呱！我的地方真是好啊，虽然没有鸡蛋，但是我嘴上的蜜真甜呐。亲爱的母鸡，能给你挨饿的好朋友一点蜜吗？可以呀，没问题。亲爱的狐狸朋友，你把尾巴塞进桶里来，我给你抹上蜜，到早上你就能舔着吃了。狐狸靠了过来，通过小孔把尾巴塞进来。我立即用尽全力，死死地揪住了它的尾巴。狐狸以为是铁夹子夹住了它，拼命地挣扎起来。这样，葡萄酒桶也翻动起来，在树木之间撞来撞去，最后撞成了碎片。那就跑吧！我立即夺路而逃，马不停蹄地回到了家。家人对我的归来很是高兴，但由于我没有看管好奶牛，爸爸还是用一根棍子稍稍打了我一顿。老妈在我被打的地方抹了些黄油，以此来减轻我的疼痛。后来，我就这样在他们的呵护下长大了。